Hello， 大家午安！哇，今天非常高兴哇，请到我们 BOS 最正的会计，因为我们会计只有一位。谢谢。那今天我的眼睛是反光哎。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哦，要花一个中午的时间来跟大家聊美股，因为到昨天我们都还有同学来一直跟我们去聊那个，就是老师5月要到了，海外所得要怎么申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那嘉玲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啊？你就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大家有看到嘉玲？很久没看过嘉玲了，对不对？有认识我的吗？很久没有拍影片。对啊，以前嘉玲在 YouTube 频道是流量密码、颜值担当啊。没有。OK。Qi老师才是颜值担当。我把那个眼镜拿掉看看，不然它一直反光。好，那今天嘉玲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东西呢？今天 Qi老师有准备很多内容哦。好，那今天最主要是要来跟在5月报税之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美股的税务的一些的部分的一些内容啊。那其实今年没有增加太多的新的东西，顺便在等其他同学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税务的一个内容好了。那今天来跟大家聊这个报税节税的一个完整攻略。好，那会计是可以讲节税的吗？可以，节税是合法的。节税是合法的。那等一下嘉玲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节税吗？他这个意思是会的意思。好，那我第一次讲这一个美股报税的主题，嘉玲那时候也在公司，而且那时候是你的 YouTube 的一个流量最旺的一个时期。2021跟2022的时候。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跟 Peggy 老师一起去讲海外所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开始要去报税了嘛，要报海外所得税。那时候我们就自己研究，把研究的东西，然后跟同学去做回报，去做报告，所以那个时候讲的非常的详细。我那时候的那个光报税就讲1个小时多。好，然后怎么报海外所得税啊，有哪一些的啊，汇率怎么样去算啊，等等的。好，然后后来发现讲那么多，大家还是听不懂，所以后来到了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一样有讲海外所得税的部分。好，那个时候也有跟 Perry 老师讲嘛，然后也有跟 Victor 老师讲不同的，反正从2021、2022、2023、2024、2025讲到今年报海外所得税已经是第6年。第6年哇，すごいね。每年5月都有。没错。然后重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觉得身为培训师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到昨天都还有很多同学私讯我们培训师，包含是 Fiona 老师，包含是我，直接去问我们说，老师，今年要怎么样报海外所得税？因为我已经赚超过那一个金额了。哇塞，大家给就是这一些同学一个 CCC 可以吗？ CCC， 大家输入 CCC， 报税报起来。所以我觉得身为老师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自己赚钱以外，学生赚更多的钱，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嘛。对啊。好，因为学生赚钱，他就会请我们吃东西喝饮料。等一下就有，是不是太开心了？OK， 哇 ，Cindy 有说帅哥美女的组合，有美女了，没有帅哥。OK， 我在嘉玲旁边变得超级颜值最高的2位。突然这样讲，有点害羞。OK， 好，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OK， 好，那首先一开始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其他的培训师或者是嘉玲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今年台湾的亿万富翁暴增70%，资产规模增加2.4兆。好像有。所以我们线上有亿万富翁的吗？线上有亿万富翁的部分线上有亿万富翁的同学应该也不会说出来了。OK， 好，那嘉玲要冲一下流量，她要去算账了。把这个交给佩瑞老师。哇，欢迎佩瑞老师。好，我们讲到这个亿万富翁，我们当然就要请亿万富翁坐下来嘛。我知道现在大家开始失望了，不要这样。
Perry，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怎么了吗？就是台湾今年的亿万富翁暴增70%。你说人数多70%啊？对，人数多了70%。因为可能去年就很多9000多万的、啊。可是它是增加年增率70%，也就是去年假设1万个人，今年会变成17000，增加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就在想原因规模是什么？相信哲家明年搬新家。哲家是哪一间公司呢？嘉玲知道吗？台积电。所以这边就准备了一张台积电的一个年限嘛。哇塞，从2015年我们教课教到现在，看这一个图。好，我们就到这里了。对，好了，就10倍吧。对，哇，好，感谢这个。对，今天有嘉玲，这嘉玲只有这样300块，我看30啊。那以后嘉玲每次都出现前面10分钟好了。对啊，我们缺300的时候，嘉玲来一下。对啊，我们300就下去，300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好，那我的推论是这样，我的推论是说，是不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那因为台湾人很多人可能在投资的概念上越来越有头脑了，所以他们去投资了台积电，所以今年台积电真的是涨夸张嘛，对不对？今年起码有涨了大概50%以上，就现在来看，快100%了。差不多了，就是1年的时间内涨了快100%。我在想说，这个原因让台湾很多人的财富都倍增。像如果你从去年关税到现在，就快3倍嘛，3倍了。对，那时候7字头嘛，你就算800块嘛。那昨天台积电一度2330嘛。对啊，我就说完成对自己股票代码的挑战。没错，2330股价2330。那鸿海什么时候会做到？2317，这个。317都没有啊，不是，这个有波士率，没事。我至少200块，郭董当初讲的有达到了。他说没有200块我不退休。对啊，对，但他说我没有，他中间是没有退休，他跑去选总统而已。但现在已经达到了。对，那郭董也确实退休，所以他把那飞机卖掉。对，他现在不用往返各地开会了，就把他私人飞机卖掉。好了，这题外话了。对啊，所以我是想说，第一个啦，我们价值投资一直有跟大家去讲这些的内容嘛。好，然后再来就是台积电一直以来在我们教学的内容当中都是一间好公司，所以我们同学很多都有买到这一支股票。我们调查一下好了啦。你手上有台积，你帮我打一个2330，好不好？手上有的没有的话，你帮我打一个XX。不管台美股都一样，你有持有它的股票的。那 ETF 不算哈，你说你买 ETF 里面有那个，我先暂时排除啦。好，那这个你等一下还有注意被人家绑架。你是说什么币啦？台币的话，我肯定是没有啦。台币我还在这边，对不对？我们去欧洲还好，重回200荣耀，从200荣耀是没重。好。大部分都有了。那我觉得说，身为反正你有投资台股，就应该要买个2330，我觉得不为过啦。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啦。什么？没有 ？OK， 没事。OK， 好，大家有了，大家都有了哈，大部分都有打了，就比较没有。对，越南盾可以，越南盾很容易变有钱。对。OK， 好。所以其实我想要透过台积电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算是今年做一个不一样跟报税的一个开场了。这个就是亿万富翁增加了，你有没有持有对的股票？因为毕竟台湾的一个数据显示，今年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资产增加了，非常的多。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个是，如果你买了台积电，要不要缴海外所得呢？好，如果你买了台积电，你要不要缴海外所得呢？你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买了台积电要缴海外所得，买 TSM 的所以这边有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是买2330
还是你是买台积电？好，这个说不用吧？这个东西哈，很多同学都说不用哦，所以这个有一个英文有一句话叫 it depends 嘛，就是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买的到底是。这边有2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前几天在跟佩瑞老师讲，我一直在教课的时候一直在讲知识点，可能那个大陆的一些教学频道看太多了，我在教课的时候一直讲知识点，所以这里投资台积电的获利到底是不是海外所得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你是买台版的2330还是买美版的 TSM， 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你的获利是来自于价差还是配息，所以这边就直接跟大家解密很多同学说哇，这个还有同学说看券商，这个我不敢讲什么券商可以让你免税，这个我是不敢说啦，应该是不敢讲啦。好，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配息要看公司注册地，资本利得要看交易地。好，再讲一次这个重点我们讲 it depends 嘛，你到底是买 TSM 呢，还是你是买2330？好，配息要看注册地，资本利得要看交易地。佩老师，你有买过 KY 股吗？有啊，有。587中租第一盒，中租 KY， 对，中租当年中租就是专门在做放贷的嘛。然后慢慢做到洗白，不是，我是说那个开始慢慢的，我们真的要被分掉。台湾的这个是某立委讲的，然后现在是坚哥吧？坚哥，大家知道坚哥吗？应该冲，对，应该冲隆，游刃有余，就是这个坚哥，他有说台湾这个他是这样讲，他说台湾有个薯条3兄弟他讲的就是中租啦。然后那个放在玉龙嘛，还有一间谁啊？和润这3间。好，他说这是有牌的高利贷，不是他讲的不是我不要吵我。立委有那个言论免责，我可是没有，我只是引述。好，他们的那个放贷的利率确实是比较高了但你会找到他们那边去，表示你我们先不要讲信用不好啦，可能你贷的额度已经满了啦，你贷不了更多钱，所以你有资金的需求，你只能再找一些还算正规的啦，不要算这么就正规，不要说还算正规，好像就是利率会比较高啦。当然，你真的走投无路才会去找一些可能我们称之为这个钱庄或是一些当铺那个利率就不是我们一般可能可以接受的，没错。好，那就这样了。好，那就是对，有了解说台湾有3间在你银行贷不了款，你可能可以找他们问问看的。对。当然啦，也就是顺便帮一些同学去做一下说明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跟中租，可能跟和润，跟还有一间是玉龙有一些可能会跟这一些办一些车贷，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房贷上的考量嘛。因为你如果是跟银行办车贷，银行的贷款的月付金会就是贷款的总额会压缩到你房贷的总额啦。假设你有一些的财务税务规划的话，变成是你跟一些民间的中租、玉龙这些贷款，那不会压缩到房贷。这个就是比较棒的方式。所以也要跟同学说，我们当然有一些状况可能是贷到有牌的那个高利息的一个贷款，但也有一些是合法的一些的状况。那我这边帮同学补充一下，台湾有一种股票，可能像是5871的中租迪和中租 KY，然后或是百合 KY，或者是什么我们讲的美食 KY， 这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KY 股。好，这个同学有讲KY 就是只注册在开曼群岛。好，那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免税天堂或者是节税天堂，包含像是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这一些等等的，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鼓励你的公司挂牌到那里。你的公司挂牌到那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收你公司的开办费
收一些其他的税金啊，管理费有的没的。对，然后它也可以规定说，你的公司在那里最少要请一个人，促进一下当地的一个就业市场。对，好，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注册在那个开曼群岛。好，那到底为什么要注册在海外呢？有一说法就是因为我的账务资料是在海外，所以我可以去做一些账务的处理。所以回到台湾的账册，就可以去变得比较少，就像前面嘉玲有讲的，就是走一个合法节税的一个路径。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讲，第一个是开曼群岛，台湾有专门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个股票，非常非常多。好，那它的配息就是算海外所得，对，因为你赚到的钱是在开曼群岛，然后配息回台湾的，所以算海外所得。可是它本身的公司，像是中租迪和中租5871的 KY， 它整个营运的实际营业地点都在台湾，对，所以你买它的股票，假设100块涨到200块，你卖掉赚了100，算是国内所得。对，但是台湾的正所税目前是免征了，就是免征，现在是免了，不敢征了，因为当年有发生过那个郭婉蓉事件。对，好，有同学说可以把嘉玲换回来吗？你的需求有听到，但这个意见接受。对，你抖内够多，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只能说你就接受吧，就这样子。对，你可以回放，一直看前面5分钟。对，不然就先离开嘛，你等到1-2点影片上传了，你再慢慢看。有道理。对，不然就好了，我不说了。对。好，那个老爹跟我们说9出13归，这个是这个9出13归几分利这个要再交，这个就是要花半天了。你借10块只给你9块，因为10%是服务费。对，然后借9块出去要拿13块还，而且是1年。对，有的是1个月。有的是1个月。月息几分？几分利？还不出来就那个是不好说了。没错。好，我想要问一下线上的同学，有没有人听过郭婉蓉事件？有吗？有的话输入1，没有的话输入0嘛。有的话输入1，没有的话输入0。好，台湾目前的证券交易所得税目前是免征啊。免征的原因是因为当年郭婉蓉这一个，他那时候是什么部长？财政部长吗？还是？应该财政部长。很多人是0哦。那我叙述一下。太年轻了。太年轻了。佩瑞有经历那个时期吗？那时候出生，但那时候还没有接触股票。没有接触股市。当年台股的一个就是跌停板是5%了。那郭婉蓉事件要宣布，就是这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忘记他是什么的部长，然后他就公布说决定现在开始开征正所税。一公布了之后，接下来台股连续21天跌停板，没有任何一只股票可以卖得掉。一开盘即跌停，全部锁死啊！全部锁死，一直锁到大概到第18天才微微有一些的交易量。没错，那这个是，如果我那时候学价值投资，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绝佳的进场机会。对啊，因为是莫名的下跌嘛，公司本身完全没受到影响。这边来帮我们整理其实这你 Google 就有了，就连续跌停18天嘛，那等到第19天终于没锁死了。对，然后后面就慢慢涨上去了。好，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如果你把它换成是台湾的股票的话，那价差就要计入国内所得，可是目前证券交易的所得是免征，所以如果你买台积电，你赚到的价差在台湾就是你的，你就不用缴税。可是配息的话，就是算国内所得。对，但如果你帮我看第2点，就是如果你是买美版的 TSM， 你是买 ADR 好，配息的话叫做救援课税。下一张投影片我会跟大家讲是什么，先不要急。但我们先看价差的一个部分。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同学，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投资比较多 TSM 的话，那你的 TSM 如果有卖出赚到的获利，要算海外所得 ，OK 吗？要算海外所得。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买 TSM 的话，你赚到的价差要计入海外所得你要计入海外所得。特别提醒同学，好，那这就是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因为刚刚很多同学说，以为是不用课税，
原是不用课税，就是要看清楚是要缴什么哪边的税。对，好。那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台积电假设我没有卖掉，我去赚到配息的话怎么办呢？好，那假设台积电，因为美股其实是会先预扣税嘛，对，预扣税，那还要申报吗？好，答案是不用。好，这好几年前我已经帮大家去问过国税局了嘛。那国税局是说，因为美股他们的股息本来都预扣30%，对，但是其实你去看台积电的话，它不会扣到30%，21%，它会帮你扣21%。对，因为这是美国跟台湾的一个租税协议谈好的，它扣了21%，美国政府会直接帮你给台湾政府了。所以你就不用再自己烦恼了，不用再自己烦恼。所以要跟同学再去讲一下，你如果有领很多台积电的股息的话，你的股息的部分就可以去提交出一些的证明说，这些我已经缴过税了，这些我已经付过税了，所以是可以扣掉的，是可以扣掉的。好，那这一题是完完全全可以确定的，你是不用去申报的，不是你是不用去缴税的，因为美国政府会直接帮你去交给台湾政府，都帮大家问过国税局了。OK， 那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啦，如果今天所有的内容你听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疑问，接下来在报税季的时候，国税局0800的免付费电话跟现场的人，他们都比我们还要再专业10倍、100倍以上，因为他们一年处理的都是几千人、几万人，所以你可以直接问他们，这样是最简单的，这样是最简单的。好。那通常你要再准备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好，我先跟大家讲假设你真的要面临要海外所得申报的话，接下来我们这一张投影片务必要记好，因为我前面有讲到，其实不论是 Fiona 老师或者是我这几天都有收到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接下来要申报了，听到真的是超开心的。对，就他们会问会问表示已经有这个烦恼了。对啊，以前我出去外面教课说，老师我要怎么赚钱，现在说老师我要怎么报税，我要怎么节税，那个 level 完全不一样，有赚钱才会谈节税，对不对？没错。那到底赚多少开始要申报呢？好，海外所得注意这边是申报的门槛，大家帮我留言2个字，申报。申报这2个字什么意思？跟政府说我有赚钱了，跟政府说我有赚到这个金额，你跟政府讲，它不代表说它一定要课你税，懂意思吗？那这一个金额叫做什么呢？叫做每户全年合计达到100万新台币。好，也就是说每一户怎么叫每一户呢？每一户的定义就是有点像是说爸爸妈妈再加上未成年子女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是说像 Andy 老师单身，那也就是我就是一个人，假设我没有报任何抚养的话，我就是一个人就是100万。那佩瑞老师有合法的夫妻关系，所以他就要跟他老婆还有2个小孩子去一起报。有非法的夫妻关系不好说，这个荧幕上不能讲，这个抖内购都可以请佩老师讲。好，所以就是要每户每户就是代表说不是只有一个人假设你有另外一半的话，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只要有结婚，就要合并起来一起算，就要一起算。所以很多同学单身嘛，那他们达到100万，他们达到100万，他们就要去申报，那小于100万的话，你可以连报都不用报，因为对政府来讲太少了，你报上来我多一个行政处理的一个成本不如就是先金额太小不用报，所以100万元以上就要申报，那这边就出来一个问题了，老师我这边赚的到底是价差还是配息？你在问他们吗？对，我就要问他们了。这里到底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老师我买台积电的话，我的配息已经缴完了，那我还要报吗？大家仔细看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全数计入，也就是说，就算你配息的部分已经缴过税了，你也一样尽量把它报上来，你也一样需要把它报上来，这样懂意思吗？因为很多同学会漏掉这一块，他可能有获利，他可能有配息，那我会跟大家讲，你就全部都报上去。
那有些同学说，老师，我这个部分台积电的配息我已经缴过税啦，我再报上去，我又不是再缴一次，就另外再扣。对，后面可以再有一个扣除的部分，帮你把它扣回来了。对，所以是损益跟这个同学讲的没有错，答案是都要。100万以下要申报留记，其实100万以下你没办法申报，但就像你讲的，后面你要提交那一些记录啦。对，你要提交那些记录，然后让国税局去帮你做确认嘛。你100万以下怎么申报？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我不专业的哈，但我印象是没办法的哈，就是你最后面反正要留你那些电子的交易记录嘛，已实现那一块，然后到时候再提交给国税局，那让他们去帮你核算嘛。那反正国税局会问为什么你会汇那么多钱回来？是假设你一次汇了3000、4000回来，那你跟他说我大概每一年赚80，对，我赚了5年是刚好4000，对，那只要你说得出来，给他们相关的记录都可以。对，所以那些就像同学讲的，这些的资料留好。但我觉得在现今这一个社会了，已经非常非常方便，因为那个资料都可以调到很过去，都 OK 的。哪像我们在那种80、90年代的那个证券账户，那时候我的那个证券业的前辈他跟我说了，对，他们去有钱人的家里，那个保险箱里面打开的根本不是钱，还有一层满满的都是他们过去的交易记录，就怕国税局来查，要留起来。对，就是那些以前的话，古早年代，大家可能没有遇过那个营业员呢，我那个年代的啦，很早以前，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网络下单，都电话下单嘛，所以营业员每天就是收盘过后，他们整理客户资料之后，他们还要外出，对，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去送交割单，要放到客户的信箱，所以那个都要留着。对，那是所谓的交割单，就是你有买卖的进出的记录嘛，那个就是那一些 Andy 讲的他们那些前辈们啊，他们那个一定要留着，尤其是那些大户啊，怕被查的话，那个对以前没有那么方便，所以那都要留那些交割单。那我以前是那个交割单，我都下班要赶快冲回家，都被我爸妈看到。你还有留着吗？应该没有了，对，不然那1-2张可以来上课，给各位看一下，对，古早年代交割单呢，以前对，反正也是蛮有趣的啦。对 ，OK， 好，那等你的像我们的投影片的你达到了之后呢，你开始有申报了，不代表要缴税，所以我要来讲2，你真的要达到要缴税的一个程度是在2哦。2是什么意思？你的全年度已经有超过获利100万了，好，全部并入基本所得额，要去申报一个最低税负制。简单来说，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正确，但是变成是这样，你可以这样想啊，你的海外所得加上你的国内要缴税的缴税净所得，这2个你把它想象成海外加国内好了，2个加起来要超过并且大于750万，你的海外所得的部分才要缴税。对，所以假设 Perry 老师国内的要缴税的净所得额是660万，那今年 Perry 老师刚好海外赚了100万，当然实际上应该是币别不同啦，但是我们先假设 Perry 老师赚了100万新台币，这样加起来是760万，只要去海外所得针对超过750这一块的那10万去缴税率20%，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要缴的那么多，对，所以大家可以先不用担心哦，除非你真的通常会缴到海外所得的只有2种人，第一个是你的国内所得超高，那国内所得如果要超过500万的人好像不多，代表说，你一个月要赚多少？60。你说500万，40多，一个月要40几，那大概都是要一个月超过400-500的，一年超过400-500的人比较有机会找得到。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很大部分的资产在海外去领股息跟赚价差的一个投资人比较有机会了。不然的话，有做一些税务规划，没有特别这样的话，你应该是很难去缴到所谓的海外所得税。这是要特别跟大家去讲的。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遇到，但是我觉得遇到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先输入开心这2个字好吗？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你人生如果第一次去申报海外所得，你或者是开始去缴海外所得税的时候，你应该是很开心的，你应该是非常非常高兴的，而且你是有一种成就感那种缴税的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出去上课，那些老师说手续费都比你的获利还要高。就是他一年操作一些金融商品，手续费都比你一整年赚的还多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可能是赚的更多了。对啊，对，或者说，我缴的税都比你的年薪高了。实践，对，那就对，也确实有可能。对啊，你看我们的台铭嘛，他光今年鸿海股息，我们就算100亿好了，做股税分离28%，补充健保2.1%，缴30%，对，他光缴就缴30亿以上。对啊，30亿，我们不知道赚一辈子有没有。公司到现在营收都可能都没有啊，小公司的30亿啊，对啊，他一个人缴的税，有的公司1年的营业额可能都没到30亿。对啊，小弟有的公司1年就也没有。对，要好几年。所以这里其实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概念啊，就是你不要在还没有赚钱之前就一直想着我要怎么节税，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没那么正确了。所以这边我想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你真的会担心还是什么样报税不清楚的话，别担心啊，接下来5月整个月份是国税局的大旺季，他们一年就是营收最高的一个月份，所以你到现场，他一定百般的竭尽所能帮你解决所有税务的一个问题。所以有问题的话，还是找国税局才是最精准的。相信大家要知道，我们就我们的经验去跟大家分享，但我们经验有可能有一些出入，也有一些过时的部分，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凡是以国税局为最终裁定的一个机关好，顺便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QI 券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QI 券商，或者是佩瑞老师一定知道了。就是我想要就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遇过太多的投资人，他在投资美股就说我那个投资美股可能会有一些被扣30%还是什么样的他就想要省那 30%。这时候就有一个台湾的券商，然后的某一些的营业员，然后跟他说你那个海外要被扣30%，你来温家，你来我们这里不用扣那个30%。我们复委托，我们有什么 QI 资格？对，不用扣30%。有听过类似，或是你看到类似的，我们讲文案好了啦，或一些广告，有的话帮我打一个 Q 好不好？就你有听过或看过类似的，就是说有 QI 资格，可以跟你说可以省下那30%的税的。对，那帮我打一个 Q 好不好？好，那我还是帮一些很棒的券商平反一下，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但是有一些的业务员他自己就不了解，教育训练做的不足，对，然后误以为什么都可以把那个30%去免税，所以有同学输入 Q 输入 Q。那这个 QI 券商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台湾不论像是元大证券、国泰、中信等等的，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复委托的业务。那复委托就是什么？简单来说啦，元大一直讲元大好像怎么？也不会啦，元大就最大的嘛。对嘛？龙头啦，原来就很大原本就很大，叫元大嘛。好，那假设元大证券在美国，不论是嘉信不论是 IB 银特证券各式各样，他们开了账户，你跟元大买美国的股票，他们在他们美国的账户下单了之后，登记在你的名下，这个就叫做复委托。那这一个是一个合法的，有一点像是委托重复委托下单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叫复委托。那这个复委托，大家很多人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业务，但你要再申请更高一个，要花蛮多的钱去申请一个QI 的一个资格，它在中文叫做合格中间机构，是经过美国的国税局 IRS 认可的，所以他们是跟美国的国税局去申请的。申请了之后，他们可以帮忙去处理一些扣缴跟申报的一些的工作。那因为他们在申请这一些的工作，所以针对
符合利息性质的配息，也就是只有债券那一种的 ETF， 或者是所谓的债券的配息的30%才可以免扣缴。所以股息是不算在这里面哦。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误会以为股息也有，但事实上并没有。那这个东西，题外话啦，就古早年代啊，这个美国我们非美国人被美国扣的股息税，你是可以走一个有点像灰色地带去申请退税啦。对，那这个东西现在就不用再讲，因为上一回川普当选就已经把这东西改掉，他把那个美国的税制已经把有一个美国本来他们税法，他们报税有点像我们的标准扣除额啦。对，那基本上川普把它弄掉了，所以你就没办法走那一个退税的去退啦。那券商说能退30%，你一定要确认清楚，其实是只有利息，股息这个不算哦。对，那有一些附委托的一些东西，这边就点到为止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不具有这个专业投资人的身份，就是你的钱不够，俗称砖头啦，或是叫中实户什么之类的，你的钱不够多的时候，说实在的啦，在海外证券交易法像第23条，不知道第几款啦，它其实已经有讲这个如果你不具有专业投资人的身份，你去做附委托，你股票不是登记在你个人的名字，对，它登记的是券商的名字，所以股票你用附委托买的话，你不是专业投资人你股票其实是法人在持有，不是自然人在持有啦。那中间会造成什么样的分别呢？这个就也会有一派的说法跟你说，做附委托不用缴遗产税啦。对，那为什么呢？你要说他讲错，也不能说他讲错，因为股票是法人的嘛，法人不存在死亡嘛。但你觉得对劲吗？这个不太对吧？这个。对啊，为什么会？所以你就觉得中间有很多好像哪里怪怪的地方。那总之我觉得就最后啦，反正不清楚你还回归到国税局啦，你就用国税局啦。那这种东西税啊，以我跟李老师的立场，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去节税啦。我们讲节税比较好听啦。反正我们立场就是税你该怎么报你就怎么报。对，那你就问国税局。对，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税，你觉得你可以少缴一点，对，那你就去请专业的人。对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找专业的人，他们自然有办法帮你去解决一些你的问题嘛。我们讲他会收你的钱，就是有办法解决你某部分的问题嘛。还有就请教专业人士嘛。那我题外话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海外所得，我问一下线上的同学，你们有没有人有跟银行，或是基金公司买过所谓的共同基金的？如果有的话，帮我打一个 F 好不好？帮我打一个 F， 就是你有买基金的，ETF 不算，ETF 就是股市的。有买过基金的输入 F 啊，就是你现在手上还持有的，就是你跟银行，绝大多数是跟银行买的。当然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卖基金的平台啦，巨亨网啊，什么基富通啊，什么强基金什么之类的啦。强基金新的，他本来就有，他好像就基富通了。其实对，然后两个最大的就是巨亨网跟对，那或者说你是直接跟基金公司买的，反正你们曾经有吗？有被推销过。感觉股票不是自己的，你把你感觉拿掉了，因为从来不会收到股东开会通知。感觉股票不是对，把感觉拿掉，有信心一点。银行购买的海外对啊，这边我就是要讲啊，就是佩老师要讲的哇，刚好有问，因为这个有人会问，然后怎么线上都没有的？好了，那我会说基金你要去确认几个证，第一个，它的发行商，对，是比如说卢森堡，对，比如说元大它也有基金，其实0050，我们在股市叫 ETF，元大也有基金，你就是买到元大卓越50基金，其实就是0050一样的，但是跟不同单位买就不一样。那我们先讲发行单位，有分国内跟境外。那境外的，比如说你买什么，讲个野村好了，野村可能就是日本的，对，那就是他们的注册地是在哪里如果野村在台湾有注册，我没有去确认如果他在台湾有注册的话，他从台湾发行，那就是算是本国 ，OK。那比如说元大，它发行的也有分境内基金跟境外基金，对，又有分。那我先讲境外的，比如说它是境外的公司，比如说刚刚你讲什么卢森堡啦，或是什么我们讲的是有时候像我手上的基金什么富达啦，
，Abu Dhabi 就美国，好，美国 OK 就境外的。那境外所有不管它的你买卖的价差，或是它的配息，100%都是海外所得，没错，这个你要确认好。那国内的呢，只要是设立在本国就境内的基金公司，它发行的不管是本国基金还是境外基金，对，它的利差你都不用缴，好，就是跟我们台湾的一样，就是价差是不用缴税的，没错。好，那配息的话呢，就一样就是并入所得啦，好，并入所得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要确认清楚啦，对，好，这个要确认清楚，好，就这样。所以刚刚有人问到基金，我就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啦，好，小小补充。那这个补充非常非常的详细哦。那如果你真的有遇到基金相关的问题，那你怕问银行不准，你问国税局最准，或者是你这一段刚刚佩老师讲的，你今天直播结束你再重复再看一次哦。没错。好，所以但是我们这边但是我再讲一下哈。好，那个国内的基金公司，发行的境内就是本国基金比如说最近最红的统一奔腾嘛，我们的这个00981A 的基金版嘛。这个川瑶嘛，对 ，OK。那如果你是买这种本国基金的话，利差不用缴税，配息记录你的所得，跟股票配息是一样的。那如果它发行的是境外，比如说什么某某美国高科技，我随便讲，我举例统一好了，我不知道统一有没有这一档，随便讲了。统一美国高科技，那这个很明显是境外基金嘛，好，它的利差不用缴税，那它的配息就是海外所得，因为它就是所谓的救援。就是它是用发行的那个地方去算的，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不确定，你跟你的理专问一下，再不然就是大绝招问国税局嘛，对啊，跟国税局把那些给他看，他就知道了，他就跟你讲他怎么报了，对，国税局一定要帮你问出最精准的答案，没错，他们一定是上面他们现在最忙了，后面一个交战守则，对，全部都他们那个都知道，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大家都汇总。你会问的基金，前面早就有人问过了，对啊，你是在哪基金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也问过了，就是这样，对，我只要看名字，大家就知道，去过太多次了，对，没错。OK， 好，那希望刚好也回答到这个 Jessie 的问题。OK， 海外基金跟债券，那就是你要先看它是哪一个发行单位，对，是台湾的，那就是照我刚刚讲的，利差都不用讲。那配息如果是境外的，那就是并入海外所得。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境外的，就海外的基金公司，那100%都是海外，没错，价差跟那个都要算进去。OK， 好，大概是这样子啦。好，那所以我们这里简单来讲啦 ，QI 券商不要被他的误会，就是他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用缴，它只有针对利息的部分，也就是债券的 ETF， 所以你股息还是要缴，价差的海外所得也是要缴，还是跟大家去讲。我是听到好像有些。有 QI 的，他们处理方式好像有时候会不同，有的是先扣再退给你，有的是一开始他就没有帮你扣，因为他们可能公司自己内部的账去把它调掉了，但其实这个对你来说是没有差了，反正最终你就是不会被扣到，就该你的还是你的这样子。其实再补充一个啦，刚刚佩老师有讲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免费可以听的，反正就是说不委托，然后反正他们因为名字是法人的，然后有遗产税还是什么的，你可以上网查，每一年台湾的副委托都在被美国罚钱。对啊，他们就是你会说，难道美国不知道你在走这灰色地带？对啊，所以这个就大家自己，我还是回归到税该怎么缴就怎么缴啦，你不要去听，我觉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问题，都是下面的人。我觉得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或是所谓的教育训练不足啦，他有那种讯息，就是大家要再多确认一下，对啊。好，往下来。好了，那最后再快速补充一点点跟缴税的一个部分了。好，简单来说，我们的缴税公式就是长图案上这样子，把你的综合所得全部的，就是你今年全部的所得。不论是包含你的利息所得，不论是你的一个执行业务所得，不论是你的就是薪资所得，各式各样的，有10大类的所得。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有教怎么看10大类所得，后来发现其实不用了，因为大家现在去就可以了。现在拉出来马上就有了，对，然后就扣掉几个东西啦。
免税额要扣，特别扣除额要扣，还有等等的，最后就是所得净额，用最右边的这个所得净额去按比例缴税。那其实大多数现在这个时候，你今年唯一会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到国税局给你的一个所得净额，对，然后用那个所得净额去缴税。你唯一可能会做的一个调整，在于你要不要去申报抚养，还有一些什么单据可以扣之类的，看医生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用到一些特别扣除额，就是走不同的方式。对，好，那当然啦，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哦，免税额到底要如何才可以扣更多呢？好，所以你今年第一个唯一会做调整的就是你有没有要申报抚养啊？你有申报抚养的话，你的所得净额就可以透过这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特别扣除额或者是免税额的部分，一直不断的去扣掉，一直扣掉啊。有一个小小错字哦，这个是114年啊，114年的免税额，去年好像是8.8反正就是每几年会调，会加，会加。对，这几年其实陆陆续续免税额都有往上提高了，因为这是通货膨胀，对，然后一些税收啦，可能税额比较多之类的啦，就把免税额都把它往上提高了。那其实这题外话讲啊，台湾的税收结构其实这几年已经有一个变化了。以往我们国家税收蛮大，比较大一块就是个人所得税嘛。对，现在下面营业所得，那这个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说，真的是企业赚很多钱，第二个是已经有蛮多的，我们讲，像李老师有一堂课程啊，这个可能不是直播会讲的，就传承嘛，对，很多时候是，我觉得台湾已经历经3代人4代人了哈，那早期我们的爷爷阿祖啊、阿公阿嬷可能没有这种传承的概念啊，对，所以他们就是离开嘛，然后子孙就把该缴的税缴一缴嘛。但现在很多的家族已经，你们有听过家族办公室吗？有的话帮我打一个 O 好不好？那 office 啊，就是说他们可能去成立一个公司啦，然后把整个家族的资产就是放在公司里面，对，然后就反正又一样，我讲法人不会死亡嘛，所以法人也没有什么缴遗产税问题，对，他们就是用公司这个算是合理合法的去节税了，但公司就是要缴营业税嘛，没错，所以很多的有钱的人呢，就慢慢的成立这些公司。那公司实际上我们在经营什么呢？也不一定。我不要说人家都是为了节税而成立，他们可能也还是有做一些生意啦。对。但慢慢的这一块就是缴的越来越多了，缴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家族也有类似的问题，甚至未雨绸缪嘛，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嘛。对啊。那你就成立一间公司去做类似的事情嘛。当然，开公司也有很多细节啦，没赶还有一些。可能额外的成本有些我会这样讲，开公司不见得适合每个人对，因为有时候那个成本算一算你不如缴税就好了，没错，个人所得缴一缴就好了。对，那如果到资产比较多的时候，确实要往这个面向，可以去稍微思考看看。确实，有蛮多的观众都有听过的对，那交易办公室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较多了，法人跟自然人还是有差的。对啊。其实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嘛，因为它有股东人数的一个上限。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讲啦，等你的资产大到那个规模的时候，他们在缴税的观念是税是成本，因为他们要对抗的东西其实是什么？是人性。对。他们很怕就是我们讲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然后所以就怕就是出了一个不孝子孙把主业败光。所以他们就要透过这些公司的规模，把整个家族的一个资产给它保护住了，所以到时候税都是成本，都是一定会缴的。然后剩下要对抗的东西就是人性。好，那我这边补充一个啦，就是那抚养到底要给谁来报呢？好。首先，因为这个是直播嘛，所以我们第一句话一定要说，一定要有抚养事实，你才可以报哦。不可以那个为了节税这样子随便哦。我们是不能随便教的。简单来说啦，就是假设我可能有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可能有爸爸，可能有妈妈那假设我跟我姐姐，那看谁收入高，去找一个人来报，节税效益会是比较好。好，那。反正现在的电脑你点一点了，对，就知道了。对，试算一下就知道了。好，那
再讲一个股息的一个部分了。好，那假设你台股的话，股息的报税就是两种哦，就是两种。第一个叫做合并计税，就是跟你的台湾的其他的所得并在一起。对，好，大多数的台湾人并在一起缴税是比较划算的，因为股息还可以抵税哦，没错，最多可以抵8万，8万，抵很多，而且它抵的是最终的那个金额。对，是比如说你已经算出最终要缴多少税，它还可以用股息的8.5%去扣掉，可是它有个上限啦，对，最多只能扣到94万，对，好，最多，所以你缴税缴在应该说最多能抵掉8万，反正你股息没有领超过94万之内就可以全额抵了。台湾的股息，对，台湾的股息，那如果领超过94算8.5%的话，反正最多就是抵8万了。对，所以有点像你本来缴税要缴10万，你抵掉8万就只剩2万，就这样哈。反正这个你们上网去查哈，或者说你去国税局试算的时候，应该就算得出来了。你也可以这样记啦，因为我们的免税额是股息的部分是8万啊，那你就记你1个月要领8万块以上的股息，对，再说，对，其实这个真的很好记，8万12就96，其实就是这样，对，就这样去算会比较简单。那你1个月要领8万，那你应该也是不用工作了。要工作才要股息啊，对啊，股息啊，对啦，就是可以选择不要啦。对啊，好，今年的那个集聚又往上调。对，那这个分离课税是跟大家讲啦，就是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假设我领了就是这么多的股息，我就直接用这一包的股息去缴28%呢？像台明这种，对，他并入所得。他的股息要算40%的税，哇，那就很不划算了。所以就缴28%。简单来说啦，你的课税的集聚最终所得金额大概在300万以上，你通常都是选分离课税，就是你算一下就知道。对，OK， 没错。所以要跟大家讲说，大概这2种的一个方式。好，那我想啦，你会用到分离课税的，我们今天的内容应该是对你来说是不够的。所以你应该自己早就知道该怎么样用了，你会更细心了。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讲说，在一下来在累积资产的同学，先不用担心，先不用想那么多啊。你1个月领不到8万块的台币的股息，先不用想那么多，合并计税。你台股的收入或者是台湾的收入不高的话，你先合并计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例外，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台湾，对，但是他是在美国前5大的一个收入的前5大的公司上班的，对，他光每一年的课税集聚，光本业对40%就40%以上，对，那他就会问我说，那他的一些的在台湾投了很多的股息该怎么办？好，那当然就是分离了，对，不然你再加上去你要被扣40%，没错，对，所以你要么就本业很高，不然就是股息的收入要很高，你再去选择分离课税这样。反正跟李老师刚刚讲，在300万这一个数字以上，你就稍微在300万那附近，有时候你算一算，好像合并还好一点，对，但你反正就算一下就对了，你就自己算，其实很快的。好，那这边是2个以前我们有给大家看过的一个报税的一个形式例了，反正就是你可以大概看一下，然后以前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例，所以就给大家去做截图，OK， 好，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讲一句话，这一句话我每一年报税的时候都会讲，对，就是王永庆台湾的经营之神这句话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你赚的1块钱不是你的1块钱，你存的1块钱才是你的1块钱，对，好，听君一席话，听不太懂，对不对？我帮大家翻译一下，你赚100块，其实那100块并不完完全全是你的，其中可能有20块、30块、40块，你是为了要拿出来缴税的。所以他在讲的一个东西叫做隐形负债，这个概念叫做隐形负债。大家帮我输入"隐形"这2个字，隐形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缴税了，你不会当下立刻马上就缴，你是隔1年的5月你才要缴。我很有体会，很痛。就是有1年嘛，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不然赚太多。我们比较讲说，比如说年终，对，那就突然发很多，那你要想年终什么时候领？1月。看我们公司是年底，就是12月31号以前会发，因为我们
一般我们台湾年终是农历年，所以那个通常是隔年的一月份、2月份嘛。对。然后我们公司是在12月31号之前会发。对。那有一年我就是做得还不错，然后就领到一个还不错的奖金。那我领到的时候呢，我当然是很开心啊，就人生好像没看过钱，第一次领到这么多奖金，我就很开心。那当时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外公司老板就泼了一个冷水，他说：“佩宇先生，你真的不要高兴太早。”我说：“那我就想说，你这什么意思？发钱发的不甘不愿，不想发算什么叫不要高兴太早？”然后隔年呢，我要报税的时候，我说：“因为那个集聚就直接跳嘛，然后算一算，哇，真的是很傻眼。就是我的习惯是我把紧急备用金留好，然后我手边不会留太多闲钱嘛，对，就会去做一些投资嘛，对，就发现要缴税的时候，哇，紧急备用金不够，还要挖钱，然后还要想说我要去卖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讲股票买了，你卖就觉得会很伤心，你砍掉金金，对，会很犹豫，你就不知道该卖哪个，但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到报税季过后，老板就说：“还记得我去年怎么跟你讲吗？叫你不要高兴太早。现在知道。”我说：“我现在知道了。”对，所以现在习惯性就是你领到奖金的话，就要懂得像李老师讲的隐藏成本嘛。你就要想说，我有一部分要先把它拿出来，我会把它放在另一个地方，这是明年要上缴的。对啊，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你会拿到一些意外，就是比较大笔的奖金的话，一定要记得有一块要先把它算出来不然到时候5月份报税就觉得很痛。对啊，所以对抗这个隐形成本，就给大家一个税务的一个分离账户的秘籍啦。其实我们过去都有讲，所以简单来说，看你在的国家最高所得税的集聚是多少，那你就针对某一个账户，未来你薪资假设一赚下来，你的奖金一赚下来，好，假设台湾的所得最高几率是 40%， 那你就假设你赚100万，你就固定把40万放到那个账户里面，你就固定这样子做，你就固定这样做，好，那每一年要缴税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钱拿去缴完税，缴完税的钱，你可以再拿下来做投资，或者是做些什么样的东西。只要你有在做这个税务的分离账户，就可以去对抗这一个未来明年5月每一年年终一次的一个隐形成本，而且这个一定会有剩，一定会有剩，因为我们的集聚不是说全部40嘛，是可能前面60万是不用，对，然后60到100，假设全120是5%，对，什么之类，所以一定会有剩，对，那剩的就是拿去做投资，或者说一本。随便花掉也是出去玩啊，对啊，因为那个钱是累积的留下来的嘛，对，那个就是省下来的钱，没错。但是有些同学会说，老师我扣40%有点硬，好，那我会跟你讲啦，就是最少你可以抓个20，对，我觉得24是好，对啊，我就建议大家最少抓个20，好，最少抓个20，抓20，比较好。即便你现在可能你很确定你不会加到20，但是我还鼓励大家。你就把20先当成一个我们讲地板好了啦，对，你就固定提拨20。那我相信你应该会希望你有一天薪水会高过于这个集聚嘛，不管换工作也好，或是做其他事情，即便投资股票领很多股息都好，把20%当成一个门，因为20%的话大概就是200多万吧，对吧？对，200多万啊，那现在集聚新的有点不太确定了。以前我都记得，60、120、240、450啦，对，现在是266以下，对，就差不多这样子。OK， 好，所以大家可以先试着去做看。那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哇，我一开始薪水就少一个洞，那久了就会习惯了，对啊，久了就会习惯了，没错。好，OK。好，所以最后简单来说 ，Cindy 有跟我们讲，拔羊毛很痛啊，对，缴税就是这样，那不如先每个月拔啦，你到最后5月份一次拔你就很痛，这个头发一根根拔，一点点痛还好，但一次拔一撮，剧痛，剧痛，不只是痛而已，是头发少一块也不好看。对啊，好啦，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固定的支出，这个是你可以预见，而且是躲不掉的。就是每个月固定的去分配，我觉得这样好一点。对。那当然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一定要提20%吗？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银行，他给我的信用卡
让我去缴税，我都可以去做分期嘛。对，你这样讲当然是没有错，所以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是，这是我们学生有在做的。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是因为我有教过一堂信用卡的理财小课程，他有用分期就是税的一个信用卡，对，所以他把他的税分了12期啊，就是分期分下去，每一个月缴的东西很少，对不对？对，他把原本那个20%存下来的钱，他去做一件事情，他去存在美股月配型的股票，哇，然后就用这个月配型的去把它缴税。所以就是打造一个自动的现金流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也是很棒的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这招厉害哦。好，那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那这一些美股相关的内容，那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的学生，想要了解怎么样去投资到这样子美股的一些的公司的话，那这个 QR code 欢迎大家随时来参加，我们都会在里面分享很多跟美股投资相关的内容。不论你是要赚价差，想要去缴到海外所得税，或者是你想要用股息、股利去 cover 掉你的房贷、车贷、电话费，或者是我们讲的税金，对，好，那我觉得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收获。然后你也可以在参加分享会，不管实体或线上啊，直播，你都可以跟我们培训师做个互动，就是你可能有一些问题，对，不管是在分享会当下听到的一些内容，你有想问的。或者说你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问题啦，都可以在参加分享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学习。对，那我相信线上的观众有非常多都是我们的学员啦。那我们的教学品质跟一些售后服务，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啦。那我一直强调说，台湾教投资理财相关的单位非常非常多，我们从来不敢讲我们是最棒的。但我们都一直持续在前进，然后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当然有任何批评指教，我们都接受，我们也都会去尝试去做调整啦。没错。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个好的单位学习的话，真的有机会可以介绍亲朋好友来我们这边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OK， 好，那最后面请大家输入一个什么呢？输入万岁！哇，是哪一个税啊？看你咯，万岁耶！看你是有缴税，所以很开心哇！万岁，万岁牌的万岁！我今年有赚钱要缴税，赚钱万岁，还是赚太多万岁！OK， 大家输入万岁。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咯。好，这个打字没有打错没错，你打什么都对，对，什么都对，好，就看你怎么想。然后反正我还是回归到那个马克吐温讲的嘛，人生2个事情躲不掉嘛，就是缴税跟死掉对，既然躲不掉，就接受它嘛，就看怎么去面对它嘛。现在我们在讲课，常常都会讲这些的话，就是说，谁马克吐温讲什么，富兰克林讲什么，对，就像之前有一个同学，好多年前了，对，就是他也问到说，那老师你们缴税缴多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人生就不过2件事，第一件事情不是，人生只有2件事，关你屁事跟关我屁事。然后缴税这个这么私密的东西，为什么要跟你说？是啊，人生2件事嘛，没错，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就是我在好像上次还上次直播有讲。有一本书分享给他，就是别对任何事都有反应嘛。对，他说有3件事你最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上面嘛。对，第一个就是别人的事嘛。对，那不关你的事嘛，你关掉都在就是过去的事跟未来的事。对啊，就我们就很常常有这个，其实我蛮常被问到的，说那你的绩效这样子，那你的本金是多少？我说我本金多少更不重要。你本金大跟小，你要的是说我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稳定赚钱的方法。下一次你讲，你就可以用这个。其实这个我要跟你讲，有2件事要解答。这我还真的不敢。不敢。看状况，看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博君一笑，我学习。对，说没有这要先铺梗，说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不要太认真，好吗？对。这个其实就2件事。其实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是针对你全部。
好了，那今天非常高兴啊，这么跟大家拉累到现在。好了，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可以，反正下个月就要报税季了嘛，过几天了。对，你也要开始去整理一些，或许有机会可以让你扣抵的东西，比如捐赠啊，或是一些自费医疗的单据。好，那通常自费医疗的话，国税局那边会有资料啦。但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可以把那个单据保留起来，好像挂号费那一些好像也都可以，好像。但是金额要到要一定的程度，因为标准扣除已经扣蛮多之类的。那东西就反正你有把单据留下来，那就反正列举嘛，或者是说直接去现场。请国税局人帮忙看一下，对，那我觉得能扣不能扣，他们当下他们很有经验，一下子就知道了，对，所以我还蛮喜欢去当临柜的啦。所以你也觉得哇，还要跑一趟，人很多，我觉得不会啊，就顺便学一下，对，学一下，你可以问东问西啊，他们也不会觉得不耐烦，有些甚至每次报税季都很多志工啊，很多是学校相关科系的，或是一些国税局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们都回来，然后有时候。这有机会讲。上次我去那个国税局，那个中华路那边的，哇，我问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问题，惊动了他们所有人，所以同时有5个国税局相关的人在研讨，在说我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后面没办法，请到主管过来，主任过来说，这个我可能要帮你问一下。对，反正就是我就异想天开问了一个东西了。对，反正问的问题最终也没有让我缴的税变少。对，好了，有机会再跟大家聊那个东西。好 ，OK， 今年5一没有开门哦。对，今年是5一以前是劳工放假，现在是全国放假，连军公教都放假哦。没错。对，谢谢你的那个。好 ，OK 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好 ，OK， 那就下礼拜再跟大家一起做学习啦。没错。好，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拜拜。